欢迎回来。周五下午，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及相关活动。抵达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这也是两国元首2年多来首次线下会晤。这是普京总统近3年再次访华，也是他同习近平主席自2013年以来第38次会晤。两国元首就中俄关系以及事关国际战略安全稳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入充分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指出，2014年我应普京总统邀请赴俄罗斯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当时我们相约8年后北京再聚首。这次你来实现了我们的冬奥之约，相信我们今天的新春之会一定会为中俄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遭遇诸多挑战危机。中俄两国坚守初心，始终保持双边关系稳健前行。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政治和战略互信日益巩固，双边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双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守护真正的民主精神，为团结国际社会共克时艰，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我愿同普京总统一道，为新历史条件下的中俄关系规划蓝图，定向领航，推动中俄高水平互信不断转化为各领域合作成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面对深刻复杂演变的国际形势，中俄矢志不渝深化背靠背战略协作，肩并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这是对中俄两国乃至世界都具有深远影响的战略抉择，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动摇。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始终坚持4个相互坚定支持共识，有力支持彼此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应对外部干涉和地区安全威胁，维护国际战略稳定。双方要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在抗击疫情、提振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社会极难筹判的问题上展现大国胸怀，拿出大国作为。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充分发挥两国关系政治优势，推动两国全方位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我愿同你一道宣布中俄体育交流年正式启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普京表示，我很高兴应邀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奥运互访已经成为俄中两国元首密切关系的表现和良好传统。我相信，经过精心筹备，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向世界展现一届最高水平的冬奥盛会。我期待俄中两国运动员在冬奥会上的精彩表现。新冠肺炎疫情没有阻隔我同习近平主席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交流，两国双边贸易稳步推进，在国际事务中协作密切。俄方真心祝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把中国作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俄中关系是21世纪国际关系的典范。俄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有助于实现两国各自发展，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对维护世界战略安全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彼此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核心协调作用，坚定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会谈结束后，习近平为普京举行宴会。席间，两国元首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以及双方关切的重大热点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和普京约定共同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并预祝两国冰雪运动健儿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勇创佳绩。活动结束后，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集中阐述中俄在民主观、发展观、安全观、秩序观方面的共同立场。两国有关部门还签署了一系列重点领域合作文件。能够感觉到，中俄关系现代的这种在国际现代新型的体系下，中俄关系不受国际政治这个各种复杂态势的影响，能够沿着自己所确定的这个战略协作伙伴的这种轨道来前进，能够向世界展示中俄关系的这种我觉得特殊性和所具有的对于国际政治所具有独特的战略价值性。
普京是全球第一位明确表态出席北京2022冬奥会的国家元首。本次北京之行是他今年首次出国访问，也是截至目前唯一出访安排。出访前夕，普京还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的采访。普京表示，坚决反对将体育政治化，反对将体育作为施压、不公平竞争和歧视的工具，并坚信北京冬奥会将会是一届精彩的高水平盛会。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擘画引领下，中俄双方隆重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背靠背战略协作不断走深走实，经贸合作晒出最佳年度成绩单，双方维护共同利益的信心更加坚定，推动互利合作的成果更为丰富，应对风险挑战的举措更加有效。新冠疫情之下，两国元首也以云外交的创新方式保持频密互动，通电话、视频会晤，在重要节日互致信函，向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会议致贺信，云见证中俄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云出席对方重大主场外交活动等等。中俄关系不断在更高水平、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向前发展。普京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中国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伙伴，在全球议程的大多数问题上，中俄立场一致或非常接近，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合组织、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等主要多边组织和机制内保持密切协调，对当前复杂的世界局势具有稳定作用。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呢，是有很强的这种正能量的这种元素，对于地区和世界的这种和平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压舱石。值得一提的是，普京此次受邀来华，对推进中俄能源合作也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在与普京的会谈中就提出，要强化中俄能源战略伙伴关系，稳步推进油气合作大项目，加强能源领域重大技术联合创新攻关，拓展新能源合作，支持彼此保障能源安全，推进完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普京总统就表示，俄方愿同中方继续深化经贸、能源、科技、金融、交通等各领域合作。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俄罗斯赴京代表团包括俄能源部长舒利吉诺夫以及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 CEO 谢钦。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此前表示，普京在华出席冬奥会期间，中俄两国将就加强天然气和金融合作议题展开讨论，可能签署超过15项相关协议。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正在考虑建设一条新的经蒙古国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这个项目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全实现。如若该计划成型，这将是中俄两国第2条天然气管道。2019年，全长4000公里的中俄首条天然气管道西伯利亚力量2开始运行。我们都知道，能源是这个就是两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这种推动力和重要的这个支柱性的产业。那么在这个西方对俄罗斯进行打压的同时呢，它也在不断的挤压俄罗斯在欧洲的传统市场的份额。那么俄罗斯呢面对这种情况呢，也提出来要转向东方，主要是跟中国来进行合作，开辟更加新的这个能源市场。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仪式，您有些什么样的观察与思考呢？大家知道，2014年习近平主席是在西方国家号召集体抵制第22届冬奥会的背景下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的。而这一次，普京总统也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故伎重演的大背景下，到中国来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这就正好印证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患难之中见真情。我相信中俄两国相互以雪中送炭的精神来支持对方，反过来又可以让中俄两国的情谊进一步水涨船高。而在我个人看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的情况下，普京在沧海横流中成为令人感动的逆行者。此举不仅超越了中俄两国情谊本身，还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中俄两国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层面的联手合作，也就是在以实际行动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说不。我们知道，无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
还是此次北京冬奥会，打的都是所谓的人权牌，背后基于的都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层面的分歧。因此，虽然普京这次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专访时已经明确表示，俄中关系是在平等和非意识形态化的基础上获得发展的，但是此举却意味着没有共同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中俄两国，却在反制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歧视以及打人权牌上找到了共同点。我想这就是普京这次出席北京冬奥会背后所蕴含的更为深层次的意义。据报道，在普京这次访华期间，中俄将签署超过15项的协议，并且主要是涉及能源和金融领域的合作。那对此您又怎么看？中国还有一句俗话叫投桃报李。我认为在最近俄罗斯与西方因为乌克兰问题而关系异常紧张，跟德国之间的北溪2号天然气项目有可能面临难产的大背景下，中俄签署大量的能源合作协议，包括增建一条从蒙古国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对于俄罗斯来讲更是可以起到名副其实的雪中送炭的作用。它可以让普京在跟西方博弈的时候摆脱对欧盟能源出口的过度依赖，可以在没有太多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更加轻松地与西方周旋。当然，我认为相较于中俄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更加应该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是中俄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认真琢磨一下这句话，那就是俄方相关人士还透露说，俄中还将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包括建立独立的金融结算系统，保护两国免受第三国制裁。因为在中美俄都是核大国的背景下，美国并不敢对中俄贸然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对中俄两国最有可能采取的就是经济战，包括经济上的脱钩、产业链的重整，以及能源领域的制裁等等。而在经济战当中，对于美国来说，最为厉害的杀手锏就是金融战，也就是对中俄两国关闭 SWIFT 结算系统。一旦美国对中俄关闭了 SWIFT 结算系统，也就意味着切断了中俄未来与世界各国的贸易与投资通道。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中俄两国建立独立的金融结算系统，不再依赖美国的 SWIFT 系统，那也就意味着中俄准备在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与金融霸权之外建立一套分庭抗礼的系统。它的意义将远远超越保护两国免受第三国制裁这个层次，而是会对全球金融与经济秩序，尤其是对美元霸权产生革命性的冲击。那普京这次访华以及中俄在多个领域的携手合作，您认为又会对全球政治与安全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在中美俄三国博弈的大背景下面，才能够准确评估眼下的中俄关系。大家知道，自从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始，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一要离间中俄关系，让中俄反目成仇；二要拉拢俄罗斯，跟在美国与西方后面一起围困中国；三是在离间与拉拢不成的情况下，至少让俄罗斯在中国与美国博弈的时候能够保持中立，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而这样一种大的战略背景下，中俄虽然没有结成军事同盟，但是普京的这次访华以及中俄即将发表的联合声明，至少意味着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是在进一步提升的。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美国离间与拉拢俄罗斯，好对中俄进行各个击破的策略已经失败了。确实，我们得承认，乌克兰与北约东扩问题涉及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与核心国家利益，但跟中国的国家安全关系不大，尤其不属于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同样，美国在印太地区准备建立新的北约，以及插手中国的台海、东海、南海问题，也跟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关系不大，更不属于俄罗斯的核心国家利益。要中俄在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上
讲纯粹的革命义气，为对方去拼去打是不太现实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中俄之间进行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不仅可以壮大各自的力量，以及对对方进行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试想一下，假如中俄之间不是相互信任与相互合作，而是相互猜忌与相互防范，甚至是成为了敌人，那中俄两个大国面临的处境将会比现在难得多得多。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可以对中俄两国采取各个击破。所以我觉得王毅外长把中俄之间的合作形容为背靠背战略是非常形象与贴切的。中俄虽然不能够结盟彻底拥抱在一起，但是双方背靠背，至少可以让双方在集中精力对付眼前的威胁的时候，不用担心背后被人插一刀。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21点52分，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奥林匹克会旗时隔14年再次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升起。相比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时间缩短，演员数量也大幅减少，文艺表演与仪式环节融为一体。开幕式总导演也详细解读了开幕式。他指出，创意展现了中国人的精气神，一起向未来是我们一起向未来。经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之前，在广东深圳、新疆阿勒泰、江苏南京等地同步举行庆祝活动，并与北京开幕式现场的热场演出进行互动。深圳卫视记者了解到，作为其中唯一一个从未下过雪的城市，深圳的互动节目突出了冬奥加时尚加科技的创新主题。浪花涌动着鲜花，鲜花簇拥着冰花。在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中，尽显南国深圳海滨城市和冬奥的概念。以天地为幕，城市为台，文化艺术科技在此交融碰撞，幸福青春奋斗喜庆的情绪洋溢整场。这就是深圳这座时尚之城、科技之城、创新之城喜迎冬奥的无限热情。2022架无人机组成的队伍铺展在深圳夜空，与演员、舞台以及城市夜景共同构成深圳分会场的4种空间。无人机是深圳一张亮丽的科技名片，它们时而组成冰墩墩，时而又见雪融融，为春节的深圳夜空点缀冬奥会的缤纷色彩。身穿56个民族服饰的冬奥运动机器人也参加了深圳分会场的演出。这些小家伙们时而舞动国旗和五环旗，时而随着音乐律动鼓劲加油。工作人员还表示，已经根据奥运的主题设计了定制化的程序。好，将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万众期待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正式开幕。那我们注意到此届冬奥会的口号是一起向未来。那对此您有何解读？主持人好，一起向未来有着怎样的中文寓意？我相信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今天我想从正式英文翻译的角度谈一下这句口号：一起向未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Together 是日本东京奥运会在 Faster, Higher, Stronger 之上提出的最新一条奥林匹克精神，更团结。而 A shared future 它直接引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英文翻译。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因此，通过这个口号，中国向国际社会明确地传递，我们应团结一致所向的未来，不是别的，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也就像我们在开幕式上看到张艺谋导演所想表达的，完全不同的雪花汇聚到北京，成为一朵人类的雪花，一朵共同的雪花。相较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当时的中国向世界表达的是一种对于人类大同的憧憬、信心与希望。时隔14年，中国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上表达的，则不仅仅是对于人类大同的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倡议，一种切实的行动方案与路径。北京也将是自1896年现代奥运会创办以来126年间，全世界唯一一个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外媒多有提及，这项殊荣是独属于中国的骄傲。我认为，这份骄傲也不仅仅在于北京时隔14年再次有幸举办奥运会，
而在于世界将通过此次奥运会，通过北京看到过去14年里全中国的发展与变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开幕式中不但看到了北京和张家口，看到了天津、哈尔滨、阿勒泰、白山这样的北国风光，也看到了上海、南京、杭州、成都这些位于南北过渡带上的城市，更看到了深圳，一座难以入冬但也像冰雪运动员一样具备拼搏精神的先锋都市。我们也注意到，因为疫情或者某些意识形态因素，国内外对于此次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那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呢？不可否认，当前的全球疫情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此前延期1年举行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也因为疫情而付出了不可谓不惨重的代价。但即便如此，东京奥运会也仅是延期，而非停办。无论是出于怎样的原因和考量，在严峻的疫情之下，东京奥运会的最终举办，体现了人类向病毒宣战、绝不妥协的勇气和决心。而在日本东京奥运会之后，虽然疫情依然严峻，但北京有信心举办一场更为成功的冬季奥运会。这不是要证明我们在防疫上比东京、比日本更优越，而是代表人类文明证明，在这种跨国际的大型赛事上，全人类可以越来越好。相较于被动的群体免疫和与病毒共存，人类文明将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看到，我们有希望主动消灭病毒，重回疫情之前的世界。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以一场体育的盛会这么狭隘的角度来看待此次北京冬奥会。这实际上是当前的疫情之下，给所有因为恐慌而无助而放弃的人们的一份希望，给那些还没有放弃的人们的一份鼓励。还记得114年前的奥运3问吗？1908年，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在观看第4届奥运会的幻灯片前挂出标语问道：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我们的运动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块奥运金牌？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南开中学的学生提出奥运3问的时候，还没有冬夏奥运会之分。如果有的话，奥运3问也可以是奥运6问。而从今天开始，中国完成了全部奥运6问。就体育发展的角度而言，新中国可谓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满贯。同样，从今天开始，我们应当放眼更为遥远的未来。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在于和平竞技，更快、更高、更强，从不属于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民族或是人种，而属于全人类，证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在这个星球上仍在不断演进。在北京冬奥会这场全人类伟大的仪式之上，我们证明的不仅是中国人了不起，更是人类了不起，是我们在这场与新冠的世纪角逐中，人类不会输，我们一定会赢。好，谢谢张思南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冬奥会盛大开幕，吸引了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周五发表社论，让我们一起向未来，为奥运健儿加油，号召世界人民携手共叙友谊，传递激情和梦想。此外，本届冬奥会上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科技成果和绿色清洁的环保理念，也成为了海外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前来参赛的各国运动员也通过个人账号在社交媒体上与世界分享他们在冬奥会上的精彩见闻，一起来看看。为热烈祝贺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人民日报周五的社评指出，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是亿万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又一次热情拥抱，是一个欣欣向荣、开放自信的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我们相信，一起向未来的主题口号将和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新格言一起，凝聚起各方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应对挑战，迈向美好未来的更磅礴力量。为了给运动员、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们创造更加安全、便捷的环境，许多新科技被应用到本届冬奥会当中。从场馆建设到生态修复，从衣食住行、后勤保障到防疫医疗、出行交通等。
英国路透社周四报道称，高科技是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尽量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奥运村餐厅中的机器人大厨给各国运动员和代表带来了新的用餐体验。各类食品都由机器人大厨准备和提供。这些大厨不仅会制作美味的汉堡和咖啡，还会将菜肴送到各个餐桌和房间。许多美国媒体记者也亲自体验了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智慧餐厅里的机器人技术，称这就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Technology takes the place of many lost interactions. Here at the media center, a robot serves our food. And there's a robot bartender mixing and serving our drinks. 而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就火遍国外网络的高科技，还有奥运村里的智能床。1周前，美国女子雪橇运动员萨默·布里彻在社交媒体上与粉丝互动时，兴致勃勃地展示了房间里床铺的多功能。视频中，她和室友一边用遥控器调整床的倾斜度，一边选择零重力模式等功能，玩得不亦乐乎。Zero G mode now, it's phenomenal. 布里彻的分享引来许多国外网友的赞叹，参加了此前东京奥运会的人士也接连发声表示羡慕。日本共同社周五发文称，这样的高科技与去年为了环保而使用瓦楞纸板床的东京奥运会形成鲜明对比。文章认为，对于备战重要比赛的顶级运动员而言，比起环保，恐怕睡眠舒适度还是更具有吸引力。南非最大新闻网站之一独立在线在报道中提到，所有场馆100%使用清洁能源，采用的制冰技术接近零排放，为史上首次，是最绿色、最清洁的奥运会。该报道还指出，此次北京冬奥会是 5G 技术应用最广的奥运会，国家雪橇雪车中心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已经实现 5G 信号全覆盖。此外，美国 Variety 网站还介绍了北京冬奥会转播中应用的创新技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开通 8K 超高清频道，并从北京的4个火车站和冬奥会场馆所在地张家口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公共场所安装 8K 剧目。周四中午，国家体育馆正式进入比赛时间。当天上午，由2024年巴黎奥组委代表、2026年米兰奥组委代表及国际奥委会官员等组成的官方观察团实地考察了国家体育馆赛事运行情况和人员管理工作。参观结束后，米兰奥组委赛事服务负责人维罗帕托称，已经感受到此次赛事组织达到了很高水平。中国工作者一向以精准著称，而这句话今天在这里就得到了验证。尤其是疫情期间的闭环管理措施，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运行非常高效。这些经验对于未来奥运会的组织至关重要。北京冬奥会全程实施闭环管理，这样的管理模式也得到了外国运动员们的认可。澳大利亚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布林特尼·考克斯表示，闭环内的防疫政策让他们觉得非常安全，让人安心。The bubble is excellent. I feel really safe. I feel like the village is incredibly clean. Every single person within the bubble is doing PCR tests every day. It gives me a lot of peace of mind. I think the Chinese and the Olympic Committee have done an incredible job at making sure that we're all safe and healthy. 许多视频博主近日也纷纷探馆北京冬奥会，并在社交媒体上来了一波花式点赞。加拿大滑雪项目冬奥奖牌选手亚里克斯·帕里欧马尔尚探访单板大跳台后大赞印象深刻。The facility that I got to see in Beijing for the big air is unbelievable. It is one of the best facilities that I've ever seen. This huge structure with really fast elevators.And the structure is so big that it can host like a really good jump. 来自美国波士顿的媒体人维斯德已经在北京住了21年。作为冰雪运动爱好者，他见证了冬季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也深切感受到举办双奥运给北京带来的变化。And I feel that hosting the Olympics is like a great excuse for the city to improve its infrastructure, not just for the games, but for the people who live here. Now it's like kids, everyone in this area, I think, takes skiing lessons or goes to ski camps. And you go out to the slopes now, and there are people who look like they could be in the Olympics. 近日，由深圳卫视直新闻团队成员拍摄制作的创意短视频《深爱冬奥，心中有冰雪，哪里都是冬奥赛》在各大新媒体平台推出，还被美联社转载，获得海外网友点赞关注。
在中俄两国关系不断巩固的背景下，美西方却妄图挑拨离间。臭名昭著的美国反华政客乔西·霍利近日公开反对拜登政府支持乌克兰的决定，认为美国应该寻求与俄改善关系，集中力量对付中国。这种说法虽然遭到白宫方面的抨击，不过双方都默契地认为离间中俄关系是必要且紧迫的。不过，这种想法被认为是政治门外汉的白日梦想，不可能实现。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决定往东欧增兵，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以及加入北约，严重损害俄方的国家安全利益。但奇怪的是，包括共和党籍参议员乔西·霍利在内的不少美政客居然公开反对拜登的做法。他周三接受美国轴线新闻网采访时表示，拜登应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因为那样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分散美军的战斗力，从而无法在印太地区对付中国。此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他的亲信，以及一些靠打反华牌赚取政治资本的共和党政客，也曾表达过类似观点。他们认为，美应寻求与俄改善关系，然后集中力量对付蒸蒸日上的中国，而不是把中俄一起推到美国对立面。同一天的白宫记者会上，发言人普萨基斥责霍利的观点是在帮俄罗斯说话，更是背离了美国长期以来朝野存在共识的价值观。围观此事的英国《独立报》干脆在标题上写道：普萨基认为霍利的言论反美。但霍利这边也不甘示弱，他在社交媒体账号反对说，反对我的人正是那些让美国在过去20年里陷入2场失败的战争，助长了中国的崛起，还搞砸了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的人。是时候改变了。总之，双方争论的核心是反华或反俄，哪个更爱国？事实上，早前针对彭博社虚假报道称，最近中俄两国领导人在进行通话时，中方表示希望北京冬奥会期间俄罗斯不要所谓入侵乌克兰，中俄都进行了驳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强调，今天的中俄关系成熟、稳定、坚韧，双方在各层级保持密切沟通，任何离间中俄关系、挑战中俄互信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月26号在国家杜马会议上就俄外交政策重要问题发表演讲时也表示，俄中关系为21世纪应如何发展国家间关系树立了典范。他同时批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试图利用各种卑鄙的工具，如各种制裁措施、在媒体上妖魔化、情报机构挑拨离间等各种手段，来惩罚那些不随其起舞、追求独立自主的国家。就是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恰恰觉得西方实际上在他们的心里呢是肯定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这种密切性和战略协调性。如果没有密切性、战略协调性，怎么会他们会臆想出这样的问题来呢？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实际上更体现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这种高水平的发展。近年来，春节产生的中国热正在全球兴起。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承载着中华儿女千百年来积累的情结和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而春节文化在世界的竞相绽放，也让世界深刻感知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西方政要热衷过中国年？中国文化如何以春节文化作为走出去的契机？来看报道。壬寅虎年春节前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了配乐颇具中国风的视频致辞，向全球华人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并特别感谢了中方和中国人民对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投入与支持。春节快乐 Happy Lunar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warmest greetings as we begin the Year of the Tiger. The tiger denotes strength, vitality, courage, tenacity, and boldness.These are qualities we need as we face th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of the day. 美国总统拜登连续第2年在大年初一向正在庆祝农历新年的人们表示祝福，并称自己与夫人吉尔及白宫工作人员一同庆祝了农历新年。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也在社交媒体用粤语说恭喜发财，并表达了对中国新年的祝福。For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nd here at home,Lunar New Year is a time of joy, is a time of celebration.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更是在虎年新春的祝贺视频中，用普通话和粤语分别说了新春快乐，并向加拿大华人恭贺新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Let's also give thanks and celebrate the many contributions Chinese Canadians have made and continue to make to our country.
此外，英国王储查尔斯和夫人卡米拉也在年初一亲身前往被装饰成一片春节红的伦敦唐人街参加春节庆祝活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则在新年前夕发表了日文版、简体中文版和繁体中文版3个版本的新春贺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周二在全国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之际，也呼吁菲律宾人和华人社区期待更多增长和繁荣机会。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来还手写中国福字，为中国人民送上了新春祝福，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平安。随着中国的这个各方面的实力的提升，各个国家，尤其是欧美，可能都高度重视中国，包括中国的节日，尤其是我们的华人在全球也是特别有影响力。那这些政要他也有的这些华人的一个选民嘛，他的支持，所以他们也会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节日高度重视，所以他们也会在新年到来之际给他们发出新年的祝福。事实上，在中华民族众多节日中，最隆重、最富有民族特色的莫过于春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寄托着华夏儿女浓浓乡愁，反映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民俗心理和文化精神，也承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历史文化和集体记忆。春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文化积淀中形成了诸多文化元素，更是值得我们传承发展。而历史上受汉文化影响的东亚、东南亚国家也多有过春节的习俗，比如在朝鲜和韩国，春节作为以祖先崇拜和孝思想为基础的节日，地位和重要性无可匹敌。而越南更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使用农历和全国过春节的国家之一。春节是越南民间最大、最热闹的传统节日。从2010年起，中国在海外举办的欢乐春节海外文化活动蓬勃开展。通过多项活动，让中国春节走向了世界，生动地传递着中国文化。不断走出去的春节文化，为世界节日文化带去独特的风景。中国年早已走出唐人街华人圈，与不同文化深度交融，显现出越来越浓的国际范儿。而在虎年春节来临之际，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和卫报、法新社在内的一些西方主流媒体，都特意做了春节专题报道或者新闻资讯，图文并茂地介绍华人贺年习俗和食谱。CNN 周四发表的一篇报道中更是写道，亚裔美国人是当地人口增长最快的群体。随着节日的流行度持续增长，法律工作者希望把农历新年定为联邦假日。事实上，纽约州和马里兰州已经将春节定为本州的法定节日。此外，印尼、菲律宾等国也相继把中国春节定为本国法定假日。就是中国也是全球的和平的建设者，对吧？我们全球发展的这个贡献者，大家都喜欢中国文化，喜欢这种团结向上，这个尤其是勤奋，有作为的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传统。所以我觉得各个国家都在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文化，喜欢中国的新年。分析指出，华人春节在西方社会热闹起来，跟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显然有关。数据显示，世界财富正逐渐从欧美移到东亚和东南亚。英国经济学人近日的一篇文章介绍称，亚洲已经成了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地区。亚洲10大经济体所拥有的外国资产多达28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东亚和东南亚不仅是世界核心的产业链基地，还可以左右全球财富的流动和管理。英国金融时报周一发表了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切坦阿西亚的一篇题为《亚洲经济增长幅度将超过美洲和欧洲》的文章。文章指出，未来2年亚洲的 GDP 增长幅度预计将超过美洲和欧洲，借此巩固其作为最大、增长最快的经济联合体的地位。全球的经济是在东移的，我认为它是一个回归，对吧？它从欧美转向东亚或者是东南亚，其实特别是伴随着 RCEP 的落地，我们软硬联通结合起来，能够加强中国跟世界的互联互通，推动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和这个国内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的华人的文化，这种团结啊、积极向上啊、这种勤奋的精神，在华人在 RCEP 区域内，所以让东亚的经济整体的崛起，我认为它赶超这个欧美是指日可待的。